题型见得多呢，你当然经验就丰富。你如果有足够丰富的经验，那么你就能够应对好多新的题型。实际上呢，我总结了好多能够一网打尽的常见的题型啊，差不多一网打尽的常见的题型。由于短视频呢篇幅所限，所以呢我们就抛砖引玉，给大家讲一点点。好，今天呢又是一个特别的样子，大家看一看，这个呢和以往做的又不一样了。这个呀是给了我这样一个分数的形式，一个庞大的一值，然后让我求 a 加 b 的最小值。可是我们有原则呀，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的原则去做。什么原则？先看它是什么形 ，a 加 b 的形，那它没有及时定值，我就要构造倒数。怎么构造呢？ a 加 2b， 我从它出发，我用眼睛看着这个分母，这个分母呢我必须得出现 a 加2，将来和分母约分，约不掉，那么就会出现b 加2分之 a 加2。我还要出现 b 加2，跟它能约掉，和它约不掉的时候呢，就会出现 a 加2分之 b 加2。所以我要照着分母的样子。首先呢，我就把 a 变成 a 加2了，可以呀。待会儿我再减呢，我加什么了，我再减什么。那么 b 加2它是一个整体，你单单我这是 2b， 你单单说 b 加2那我是 2b， 好吧，我就得把它变成 2b 加4，把2提出来就出现 b 加2了。由它到它，你看 a 是原来的， 2b 是原来的，我多加了一个6，我再减掉一个6，就 OK 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咋办呢？接下来当然要构造倒数了，所以呢，我就给 a 加2加上 2b 加4的这个4字乘以谁呢？乘以 a 加2分之1加上 b 加2分之1，乘以它，相当于乘了个1/3。为了和原式保持相等，所以我在前边还要乘一个3。减6呢，照样落下来就可以了。好，接下来3倍的别动，我们开始分配率，这两项一相乘是1，它们俩一相乘没约掉，没约掉就变成 b 加2分之 a 加2。它们俩一相乘没约掉，它就变成2倍的 b 加2分之，它们俩一相乘它是乘到分子上，所以它得到的是 a 加2分之2倍的 b 加2，它们俩一相乘呢，2倍的 b 加2跟它约掉了，所以就只剩下一个2，把减6落下来。2加1是3，我先分配一部分。3 3得9，加上3倍的 b 加2分之 a 加2，加上 a 加2分之2倍的 b 加2，然后把减6落下来。它俩分子分母明显是倒数的关系，它就是均值不等式里的 a， 它是均值不等式里的 b。任何两个正数，因为正数我做到了，一正做到了，任何两个正数的和一定大于等于和它们都没关系，落下来2倍的根号下，它们俩的积约掉了，只剩下2，然后再减6。9减6是3，加上6倍的根号2，所以我们看就得到了3加6倍根号2，这是它的最什么值呢？大于等于，这是它的最小值。等号取得的条件，你在哪里用的均值当切仅当 b 加2分之 a 加2等于 a 加2分之2倍的 b 加2，还得结合题中给我的 a 加2分之1加上 b 加2分之1等于1/3，解出这个2元二次方程，即 a 等于某一个值 b 等于某一个值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取等号，就得到最值。好，所以呢，当你掌握了
做题的原则它就是构造，先看它是什么形 ，a 加 b 的形，那我就要构造它俩的积是定值，题中没有给我，那我就要构造互为倒数，它们相乘的时候能够互相约掉。所以你构造的时候呢，你就看它的分母是啥，你就构造啥；它的分母是啥，你就构造啥。因为它是2b 嘛，你不能单独考虑 b， 所以呢，想到把2提出去，它就是 b 加2。所以依然是构造的思想。按照原则去构造，那么你就打开思路了。